我在驻守朔溪时，戎狄杀害无辜边境百姓后，会故意留下踪迹，将追踪的将士们引至预先设下的埋伏里。在紫竹林，听你说起凶案疑点时，让我想起了此事。你那时也在追踪队伍里？我是领队，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带队训练。看见无辜百姓惨死，我一心只想手刃戎狄。站住！站好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将军，快走！主子，主子，主子，快走！将军，快走！放手！走啊！快走！走啊，主子！你是主帅，走啊！将军，快走！走啊！结果快走！快走！只有我和白风活了下来。走！你那是多大年纪18岁，你未曾想到曾经的我会如此愚蠢吧？别家这个年纪的少年，还尚在享受父母的恩宠，你们却为保家卫国而出生入死，如此英勇，堪称少年英雄，何须因一时成败而自辱自责？你早些回去歇息，此案你就不要再插手了。为何？可是我刚说错了什么？不是，是我事先考虑不周。你既已请我相助，就不能出尔反尔。此案已涉及秦府旧事，将来秦府必定声名不保。你若是及时抽身，不管秦府发生什么事，都不会怪在你的头上。我若想明哲保身，就不会插手莲姨和八姨娘的案子。事关4条人命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你放心，我定会全力追查此案。杨氏尸首已成白骨，徐和记忆尚且不精，若无我相助，你连勘验都做不了，谈何推案？
世子殿下，我若处境不妙，自会向你求助。届时，你再助我脱困便是，如何？好，你不会变卦吧？永命不变。今夜等七捕头挖出圣女尸骸后，明日我就要拨一宴。一言为定。你祖母是疯了吗？那燕池刚当上提刑按察使，正等着拿人立威呢。哦，他现在把那贱婢的事翻出来，不是把我往刀口上送吗？世子已经命人挖井，父亲还请慎言。这么快就动手了？这么快就动手了？这，他们若是发现我怎么办？发现我怎么办？祖母都已经安排好了，父亲请安心养病便是。我怎么能够安心呢？祖母已经派人到京城送信了，请大伯出面说相，万没有让父亲替一个姨娘抵命的道理。对，一个姨娘而已。大哥一定会帮我，会帮我，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人的骨脉甚是繁琐，为防拼骨时有所疏漏，要严格按照这张图来标注每块骨头。是，请世子殿下在验状上画下相应的骨脉图。好，拼骨开始。拼骨完成，开始记录。记：死者杨氏，女，身长约5尺1寸。霍大人，根据初步勘验，这些女死者年龄应在12至16岁，算上井底淤泥，有减缓尸身败坏的作用。身亡时间距今至少7年以上，骨头表面无致命外伤，骨质健康，但四肢、肋骨和指骨均有断裂后愈合的陈旧伤。这些女子生前是做苦力的吗？怎么身上会有这么多陈旧伤？从骨质上看，生前饮食并未受到苛待，伤处愈合完好，绝非苦力。两军对战时，敌我之间为了获取对方的情报，刑讯官难免会对战俘用些手段。可有的刑讯官是喜欢刑求本身，他们会在用刑后，用最好的药将战俘的伤给治好，只为延长刑求过程。你是说，他们生前曾被长期虐待，待养好之后，
再殴打致残。我只是见到过类似的情形，但也许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你不用安慰我，我原以为自己阅案无数，早已看遍人间险恶，但谁知终究还是浅薄。人心之恶，哪有穷尽？但人心不只有恶，还有忠善、仁义。你不要怀疑自己，你弃医从武，不就是为了以法为教、惩恶扬善吗？我答应你，定会将那恶贼绳之于法，会让这些奸恶之人不敢轻易的危害世界。殿下，九娘子，咱们还继续。继续。秦府出了这种十恶不赦的案子，钟永侯必会过问。眼下案情不明，这个秦老夫人就这般态度。如果我们再不结案的话，把这老夫人气出好歹来，下官怕。就凭他今日撞你的力道，那老夫人身体恐怕比你还硬朗。放心，他今日闹那一出，无非是围魏救赵，送秦安出府罢了。莫非行那禽兽之事的人是秦三老爷？我们只是推测，没有直接证据，但姨娘院娘子，二公子来了，快请进来。二公子，里边请。九妹妹，二哥还是头一次白天从正门来我这儿。二哥的病已经好多了。多亏九妹妹妙手回春。哦，茯苓，你先退下吧。二哥可是听说了井底女尸，特意来找我的。九妹妹，你是我见过最有本事的人，我把我知道的事都告诉你，只求世子殿下在办案的时候，能看在我手高有功的份上，稍微抬抬手，给三房留条出路。可是他们对你并不好啊。老夫人和夫人虽然眼里没我，可能让我无忧无虑的长大，已经比其他庶子好多了。况且，大哥一向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庶弟不错。三老爷不是和周永侯一向走得近吗？他为何不出手相救？做给别人看罢了。若真亲近，怎会年年礼到人不到？三房若是真败了，钟永侯府是不会管他们的。你就不怕他们记恨？他们本来就不喜欢我呀。二哥心地纯善，我会劝世子殿下只诛真凶，不牵连他人。多谢九妹妹。二哥不用向我道谢，知无不言就好。请坐吧。请。父亲，不，三老爷，以前曾有个院子，专门用来养着那些买来的女孩，教她们各种才艺。后来老夫人突然有一天就把那个院子给封了，那些女孩也就都不知去向了。你是说，那些井底的女尸，就是？以前我也不知道，后来有一天半夜我跑出去想偷东西吃，经过紫竹林的时候，就看到刘春夹着一个卷起来的草席。第二天，老夫人就下令把养小丫头的院子给封了，紫竹林那口井也就成了枯井。这些事发生时，杨姨娘可以进府？哦，没有，
院子被封了以后，三老爷就不怎么回家，老夫人没了办法，才准杨姨娘进府的。你可知杨姨娘为何自尽？算是与八姨娘有关吧。杨姨娘甚是美貌，一度很得三老爷的宠爱，时常为她作画。不过她总是郁郁寡欢的，也不逢迎三老爷。三老爷一生气就不让她出院子。娘子，八姨娘进府后，杨姨娘越发失了宠，倒因此得了自由。关女孩那个小院子被封后，除了三老爷的亲信刘春，谁都不能进去。杨姨娘经常去那个小院外站着，一站就是半天，我就总是去那儿偷看她。那杨姨娘可认识那小院中的人？不知道，我曾偷偷去探查过那个院子，也没发现什么。不过杨姨娘倒是每天都要去那小院外站着。八姨娘嫉妒杨姨娘的美貌，时常为难她，可杨姨娘从不反抗。直到有一日，